最近，美国拜登政府与岛内蔡当局加紧勾连，一唱一和，在所谓是否协防台湾、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联合国活动等话题上大肆炒作。美媒也紧跟这股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三发布了对蔡英文的专访，采访中，蔡英文公然玩火，首度证实美军在台协助训练，宣称对美国在必要时协防台湾有信心。他也成为数十年来首位承认美军在岛内协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不过，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周四就对蔡英文的言论紧急澄清，强调与美军只是例行交流。蔡英文此时主动承认美军在台是何居心，邱国正又为何跟蔡英文唱反调？国台办指出，蔡接受 CNN 采访所谈再次暴露其台独图谋，冥顽不化。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坚决反对美方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搞台独是死路一条，支持台独也是一条不归路。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而不是自己单方面炮制的什么东西。我们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反对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三发布了此前一天对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的专访。访问中，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美军驻台的相关传闻，蔡英文首度证实台湾的确有美军的存在。他没有确切说明岛上目前有多少美军人员，但称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由此，蔡英文成为几十年来首次承认美军在台协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深圳卫视注意到，从去年开始，不时有美军在台密训台军的消息传出。去年初，美军先发布又删除了一段显示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台训练士兵的视频。去年11月，又有亚洲媒体披露称，台防务部门承认，美国海军突击队员正在台湾对台海军陆战队进行突击艇和快艇渗透作战行动的训练。五角大楼随后表示，相关报道不准确，但没有给出准确的说明。台防务部门就称，媒体报道与事实不符。今年8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尔宁在推特上妄称，美国在台驻军3万，引发舆论震惊。随后，科尔宁火速删推。10月7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所谓独家报道称，美多名知情官员透露，一支由24人组成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和一支海军陆战队小分队一直在台湾地区执行秘密行动，训练当地军事力量，至少已持续1年。法新社、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的表态，支持这一说法。英国《金融时报》甚至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海军陆战队、陆军特种部队和海豹突击队的轮换部署至少已经进行了10年。对于相关传闻，白宫五角大楼均表示不予置评。台防务部门则告诉路透社，所有军事交流都按年度计划进行。观察指，在涉台敏感问题上，美方先通过媒体放风的方式刺激大陆，测试大陆的反应，是其一贯伎俩。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曾表示，坚决反对台美之间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马晓光正告民进党当局，妄图勾连外部势力谋独，以武拒统，是打错算盘，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有分析认为，蔡英文现在借由 CNN 主动承认美军在台协助训练，意在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气氛，逼迫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表态。当前在中美战略博弈日益紧张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美国打这个台湾牌也力度越来越大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蔡英文就是想把这个问题摆到桌面上然后向外界这个透露出这样的一种信息或者是一种假象，也就是说美国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非常紧密的或者实质化合作的这样的一种程度，甚至让人会想到或者错误的想到，一旦台湾有事，美国可能会参战，以此把台湾和美国绑得更紧。
1979年1月1号，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并于年内撤走驻台美军，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及断交、废约、撤军。一旦美国在台驻军，则严重违反中美建交协议以及中美之间所有政治文件，严重违背国际法，甚至也严重违背美国的国内法，无异于对中国台湾实施军事入侵和占领。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战行为。多年来，虽然美国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找灰色概念进行试探挑衅，但并不敢触碰红线。而此时，蔡英文证实美军在台协助训练的传闻，是否意味着美国方面与台当局已经从偷偷摸摸走向半公开，向破坏中美建交的关键条件跨了一步，备受外界关注。明了事态的严峻性，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周四立即出来澄清。他受访时特意强调，蔡英文并没有说美军有部队驻扎在台湾，军事交流人员来台与美军进驻是没有关联的。除强调台美军事本来就有在交流之外，邱国正还说，台军最重要的还是强化自身，不能完全指望美军。在 CNN 的专访节目中，蔡英文还继续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愈发严峻，称他希望迅速实现台湾军队的现代化，需要更有效地调整军队来保卫台湾，而不是建造一支常规的战斗部队。有分析认为，蔡英文此番表态并非他对于台湾的防卫政策有了重大调整，而是因为目前停留在台湾的美军方人员恰好主要来自于特战部队，并为台军特种部队提供培训。他为了应景讨好美方，刻意渲染美军在台的价值，从而达到给自己和台独势力壮胆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当被 CNN 问到台湾能否在没有军事援助的情况下自保时，蔡英文回避称，台湾将保护自己，只要我们能够。他紧接着立刻补充，但让我重申，重要的是我们有来自朋友的支持。在被问到北京若攻打台湾，美国会否协防，蔡英文立即回应，鉴于我们与美国的长期关系，我确实有信心。蔡英文如此自信，或许源于上周四在 CNN 主持的大会上，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美国会协防台湾。虽然白宫、国务院官员随后相继出来紧急灭火，澄清说拜登的言论并不代表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出现任何变化。蔡英文还在专访中抛出投名状，试图强调台湾在地理上的战略重要性，包括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作用，以及地区大国在维护台湾安全方面有共同利益。实际上，就连 CNN 自己都承认，在美国与其区域伙伴之间没有任何协议保证台湾在遇袭时受到援助。因应岛内台独势力挑衅以及外部势力干预台海，解放军军机巡航台岛已经常态化。根据台空军周二晚发布的消息，7架解放军军机当天白天进入台湾西南所谓防空识别区，其中5支10武装直升机及米17直升机为首次出现，也引发台媒关注。5支10直升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3代武装直升机，具有良好的低空性能和作战能力。最外侧的空导弹挂架可以挂载4枚导弹，主要是打击空中目标进行空中格斗；挂在内侧的是火箭筒，可以挂载7枚，主要用于打击地面目标。据此前公开报道，5支10直升机已经多次执行海上相关演习，演练了包括超低空编队突防、夜间海上攻击舰船乃至火力攻岛等科目。今年6月，第83集团军某空中突击旅千里机动至陌生沿海地域，演习立体夺岛。5支10的亮相引发关注。演练中，由5支10等数架武装直升机、运输直升机组成的战斗编组依次升空，完成空中编队后，向着数十公里外的预定任务地域快速机动。在于机组这个练协同、练配合的同时，我们还进行了这个抗眩晕、锁降、登岛等方面辅助训练。这样突击部门着陆后，在第一时间呢与这个直升机形成这个合力，达到这个立体突击的作战效果。5支10巡航台湾海峡，表面上是多了个机型，实际上呢是多了一种能力，也多了一种压力。这种潜台词非常清晰。对于台独当局所推行的台独行动，解放军不同军兵种会以综合的作战能力进行绝对遏制。也说明今后在台湾海峡的不同距离空间范围内，解放军完全有能力用自己的作战能力
显示自己的决心。台媒则在报道中提到，这次出海的解放军的5直10武装直升机，绰号“霹雳火”，可携带空对空与反坦克导弹，被称为中国版阿帕奇。再搭配米17运输直升机，一次可载运2个班的兵力，对台湾进行夺岛作战。对于这种固定翼战机与军用直升机联合巡航台湾西南空域的新局面，台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就称，大陆军用直升机出海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已经掌握制空权。如果没有掌握台海的制空权，直升机出海很容易变成活靶子。台湾军事专家则表示，解放军攻击和运输直升机现身于台湾西南空域，这说明解放军存在夺取某些台湾外岛的可能性。军事专家傅前绍还提到，此次巡航任务中，米17和5直10直升机的搭配很有意思。米17作为军用运输直升机，具备较大的载重量，可以搭载人员和车辆；5直10这样的武装直升机可以对它保驾护航，尤其是在危险区域活动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搭配。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周四指出，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置中华民族利益和台湾民众福祉不顾，煽动对立，叫嚣对抗，企图以所谓共识为幌子，绑架台湾民意，频繁勾连外部势力，加紧谋独挑衅，其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卑劣行径，再次证明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挫败一切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不动如山，动如雷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强化使命担当，保持高度戒备，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首度证实美国军队在台湾领土的存在。您觉得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对于美台双方来说，美军小股特种部队成员进驻台湾，一直是一件只做不说，或者说是只可以做不可以说的事情。就连拜登政府出于跟中国大陆打舆论战与心理战的需要，也仅仅是通过匿名官员把这件事情透露给了《华尔街日报》，并没有公开承认。因此我认为蔡英文的这个行为极有可能是一个自选动作，而且他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2个，一个是呼应并最终坐实当两岸开战的时候，美军将会协防台湾的说法。因为日前拜登在 CNN 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再度明确表明美军将会协防台湾，但随后美国白宫官员又在事后进行了紧急且公开的澄清，说拜登的言论并不代表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任何变化，这等于是又把美军将会协防台湾的言论给收回去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蔡英文想通过对外透露美军小股特种部队成员已经进驻台湾这个消息，来告诉岛内外美军事实上已经在协防台湾。也就是说，蔡英文要通过这一方式，一方面要接住拜登的话，让美方无法说回去；另外一方面，这要否认美国白宫官员的说法。第二，我们知道，在美国军方早前狼狈地撤出阿富汗之后，有关这个意味着美军下一个将要放弃的就是台湾这样一种说法，一度是甚嚣尘上，并一度在岛内民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忧虑与恐慌。在这种情况下，蔡英文也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安抚岛内的民心，告诉他们美国大兵已经跟我们站在了同一个战壕里。总而言之，让拜登政府在军事协防台湾方面究竟是要奉行清晰战略还是模糊战略，并因此而举棋不定的时候，蔡英文当局此举的真正目的就是企图让拜登政府把美国的底牌给翻出来，图谋美国协防台湾政策由模糊化进一步走向清晰化。在 CNN 的专访中，蔡英文还鼓吹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所谓伙伴跟台湾一道联起手来反对中国大陆。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确实，除了通过这次访谈对外透露美军小股特种部队成员的确已经进驻台湾这一关键而敏感的信息之后，
蔡英文还透过 CNN 对外释放了很多其他重要的信号，而且这些信号总体上可以用这么几个关键词来概括。第一个是告状，蔡英文说，随着中国大陆军机绕台密度与强度的进一步加大，北京对台湾的威胁每天都在增加。而中国大陆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又是因为美国在拜登和特朗普的领导下，大规模的对台军售和官员访问的行为激怒了北京。毫无疑问，这是在挑拨中美两国甚至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把当前两岸关系的祸水引到中美关系上面。第二个关键是求救。当 CNN 记者问到台湾是否可以在没有军事援助的情况下实行自我防卫时，蔡英文的回答是，只要有能力，台湾就会自卫，但是来自志同道合的国家的支持也同样重要。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蔡英文的这个说法跟他早前的说法以及台当局的官方基调都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此前蔡英文的说法是自己的台湾自己救，主张台湾应该扩军备战，而台湾军方此前也专门有一个报告，强调台军即使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也将竭尽全力捍卫所谓的主权，绝不会在胁迫下屈服退让。我认为蔡英文这一求救行为等于是泄露了台军的真正底牌以及台当局的真正底气，也就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台军极有可能会不堪一击。第三个关键词就是鼓动。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这次求救的对象不仅仅是美国，而是同时向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友都发出了求救信号。为此，蔡英文不仅搬出了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博取同情，而且企图通过对外透露美军小股特种部队成员的确已经进驻台湾这一关键而敏感的信息，来告诉美国的盟友，你们不要再忧郁了，美国都已经行动起来了。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宣称，中国最近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验非常令人担忧。米利甚至将此事与冷战时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相提并论。中方已多次强调，这是一次正常开展的航天器试验，为何美方仍要大肆炒作？美军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的背后有何险恶用心？赵宗九、管瑶独家观察。周三举行的第16届东亚峰会备受国际舆论关注。除了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复苏，日本 NHK 电视台称，各方还就安全议题展开激烈讨论，包括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东盟系列峰会期间，美国及其盟友不忘共同牵制中国的念想，极力表达对东盟国家重视的同时，拐着弯暗示中国的行为也引发担忧。然而，真正让一些东盟领导人不安的却是美英澳搞的 AUKUS 小圈子。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三出席会议时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共同推动地区经济复苏，打造世界经济的强大增长极。第16届东亚峰会于周三晚以视频方式举行，除了东盟10国之外，参加方还包括中国、俄罗斯、美国、印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领导人。李克强在会上表示，东亚峰会作为领导人引领的战略论坛，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影响力，各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团结协作，加大抗疫复苏投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有关南海方面，李克强说，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整体保持了稳定。中国同东盟国家已就尽早达成有效、富有实质内容的地区规则达成共识，正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双方克服疫情影响，实质性恢复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长期研究亚太区域的学者张腾军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是整个区域国家的共同心愿，但部分域外国家则试图以此为契机，分化矛盾，挑拨地区国家关系。对地区来说是一个极为不稳定的因素，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地区的国家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非常强烈，但是呢，这种愿望受到极大的外来的干扰。我们地区国家应该要更加的团结起来，反对外来的干扰。能够共同的维护好这个地区，尤其是南海的这样一种和平和稳定的秩序。
据白宫周三发布的消息稿，东亚峰会探讨了区域和国际挑战，包括疫情和气候危机。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将与伙伴国家探讨建立印太经济框架，并又一次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威胁表示担忧。不过，另一些东盟国家真正感到担忧的恐怕是美国的做法，尤其是美国同英国、澳大利亚组成的 AUKUS 安保联盟。按照 AUKUS 规定，美英两国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尽管莫里森周三坚称 AUKUS 没有改变澳大利亚长期的深刻的核不扩散承诺，但日经亚洲评论当天报道称，东盟系列峰会期间，几位东盟国家领导人再次表达或暗示了对 AUKUS 的警惕。印尼总统佐科对莫里森表示，雅加达对 AUKUS 和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感到担忧，因为这可能加剧区域竞争。他说，我们必须致力于将冲突文化转变为和平文化，将信任赤字转变为战略信任。据美联社报道，佐科周三还说，印尼不希望本地区出现力量投射。新报报道称，马来西亚总理萨布里在峰会上表示 ，AUKUS 可能会造成地区不稳定，尤其是南海地区。他强调，南海问题必须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菲律宾政府此前被视为是东盟国家中相对支持 AUKUS 的，但马尼拉公报周三以杜特尔特在东盟峰会上对 AUKUS 发出警告为题刊文说，杜特尔特提醒 AUKUS 这样的安全协议不能将我们进行合作的工作方式复杂化，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日经亚洲评论则称，如今东盟的忧虑主要有3个方面：卷入未来的冲突，在大国竞争中被迫站队，在解决最紧迫的挑战的过程中失去相关性。美英澳试图在这个地区搅浑水域，通过他们建立一种小圈子联盟的方式，来试图来影响地区的这个议程。实际上，他们虽然说他表面上讲是安全伙伴关系，但是实际上呢，他在这个地区带来的是更多的是不安全感，是制造混乱，是破坏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美日澳在此次东亚峰会上显得格外活跃。首先，美国总统时隔4年再度参加东盟峰会，被视为美国计划重塑与东盟关系的信号。美国外交学会网站刊文称，从小布什政府开始至今，东盟国家时常觉得被美国政府忽视了，而拜登周二告诉东盟国家领导人，我希望你们能够直接从我这儿听到美国对与东盟关系的重视。他在会上宣布计划提供最多达1.02亿美元援助，并表示美国将与合作伙伴探讨打造一个印太经济框架。外界也注意到，虽然不断提出强化与东盟合作，有拉拢东南亚国家的意图，但拜登没有在东盟峰会上强调美中关系紧张。美国外交学会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该地区国家领导人不愿意公开批评中国。东盟峰会并不是讨论这些议题的合适场所。路透社引述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穆雷希博的话称，东盟国家希望从拜登那里听到的是华盛顿将如何参与该地区的贸易、投资活动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美国是否计划加大疫苗供应。张腾军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虽说拜登没有直接提及美中对抗，但我们仍要对其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事风格保持警惕。这个就更危险。比如说拜登政府这次提出的所谓的印太经济的这个议程或者框架，那么这个议程和框架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是将中国排斥在外的呢？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与中国在本地区围绕经济事务的激烈竞争甚至对抗呢？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拜登政府他实际上目的还是比较明确的，他仍然是服务于他的对华战略竞争的这样一个目标。欧美媒体不久前报道称，中国在8月份试射了一枚高超音速武器。尽管中方已表示此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但美国仍有一批媒体和政客相继跳出，以此炒作中国威胁。周三，美参联会主席米利又声称对此表示担忧，并将中国试射高超音速武器与冷战时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相提并论。中国外交部对此进行驳斥，并指出美国才是全球面临的真正威胁。周三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米利先是大肆渲染中国威胁，称中国军队已经转变成为一支涵盖所有领域、具有全球野心并非常有能力的军队。这也意味着未来几十年美国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挑战将是中国。米利接着与美国政客、媒体统一口径，继续炒作中国试射高超音速武器，称这很令人担忧，代表中国军队在太空网络和传统领域正迅速扩张，对美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米利甚至将中国试射
射高超音速武器与冷战时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相提并论。米利口中提到的所谓斯普特尼克时刻，即1957年苏联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上天，意味着美国已失去了2战以来科学和技术上的优势。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斯普特尼克时刻是当年冷战转折点。此后，美国政界与科技界就一直警惕第2个所谓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什么时候会出现。实际上，这里表明一个东西，就是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来讲，美国已经感受到了压力和恐惧。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如果随着中国的技术方面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已经领先于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友国家，那么对于西方来讲，他的恐惧越来越多，甚至感到非常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被超越的话，那么应该说美国在很多领域的霸权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此时此刻，美国的很多人士在提这个斯普特尼克时刻这样一个词的缘故吧。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并非首次将斯普特尼克时刻一词用在中美关系中。去年10月，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最后终于迎来了与中国的斯普尼特时刻》的文章，其中就将华为事件称作中美之间的斯普特尼克时刻。作者美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曼宁写道：“过去一段时期，我在研究全球创新时，越是看中国作为一个科技强国的惊人崛起，越是有一个难解的问题不断跳出来：为什么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没有发生与前苏联那样的斯普特尼克呢？一直到担心被中国超越的生存恐惧终于催生了改变的动力，下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终于到来了。”针对美国方面的种种无理炒作，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4的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驳斥。我想说的是呢，关于中国的航天器试验，此前呢我们已经做出了回应。按照美方有关人士的逻辑，恐怕美国自己才是全球面临的真正威胁。汪文斌强调，我们奉劝美方停止动辄拿中国说事，把中国当假想敌，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也多做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事。外界注意到，美军近期接连拿中国军事发展说事，除了炒作所谓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美海军近日还发布新战略指南称，中国海军正在扩大规模能力，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舰队，中国是一个步步紧逼的挑战。美海军部长强调，未来将保持美国海军的力量优势，强化美军战备。有分析认为，这是美方首次承认中美海军军力已经旗鼓相当。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周4也回应指出，美方有人企图通过别有用心的捧杀、渲染、炒作中国军事威胁，实质上是为自身扩张军力、增加军费制造借口，真实意图是为了保持全球范围内的军事霸权。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谭克飞强调，天下苦霸权主义久矣，凭借其超强军事实力，美方经常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一段时间以来，美方错误地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和系统性挑战，采取所谓极限施压政策。执迷于刀剑者，必为刀剑所伤。这种以势压人、以力求胜的冒险行为，不仅会持续推高两国两军对抗风险，危及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最终也将损人害己，伤及自身。近期发生的美军核潜艇水下碰撞事故就是一个明证。我们在此重申，美方必须认真对待各方关切，采取负责任态度，尽快就此事作出详尽说明，给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交代。另据美国海军协会网站周2报道，造价高达130亿美元的最新型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当前处于部署前的最后维护阶段，在解决了一系列的可靠性和新技术等问题后，确认该航母将在明年正式部署。据介绍，相比于此前的尼米兹级航母，福特号最大优势是舰载机出动效率提升了约30%，其方法是使用先进的弹药升降机、电磁弹射装置和先进拦阻装置，但
但这些过于先进的设计导致福特号屡次出现严重故障。报道称，由于福特号的弹射和拦阻装置控制权都依赖于电脑软件，而软件故障曾导致去年夏天福特号航母上的电磁弹射器故障，舰载机被迫停飞数天。事实上，福特号航母的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其所属的第12航母打击大队指挥官、美国海军少将霍夫曼表示，美国海军将在当前维护阶段结束前解决所有11台先进弹药升降机的问题。尽管已经比预期部署计划晚了4年，但福特号明年投入部署后，将显著增加美国海军可使用的航母数量。此前，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与造船厂维护工作的延误，导致美国航母青黄不接，在全球多地出现战力空白。福特号航母的话，那么它服役部署以后，那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东西，那就是说可以向美国各界表明，就是美国的装备发展方面要想保持优势，必须要加大投入，因为这个航母舰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美国要保持庞大的航母编队，它一共有12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那么在12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如果逐步更新的情况下，应该说首舰必须尽快的进行部署。那么对于保持未来新航母舰的规模，应该说呢，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契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是，福特号首次部署将前往何地？此前外界猜测，象征美国海军最强海上打击力量的福特号航母部署后，将很快前往亚太，威慑中国。但有分析指，该舰接连爆出技术不成熟的问题，美国海军至今也未能确认是否已经根除这些毛病。如果福特号在西太平洋威慑中国的过程出现技术故障甚至抛锚，反而将成为全球笑柄。按照美国海军当前的部署重点，福特号应该仍会前往太平洋地区，但很可能会部署到靠近美国本土的西海岸，与舰载机部队进行更多磨合与协同训练，等到必要时再前往西太地区。因为作为美国海军首艘搭载 F-35C 隐形战斗机和语音运输机的超级航母，今年夏季刚刚完成升级的卡尔文森号原本就是在西海岸进行磨合和测试，只是因为原先部署西太的华盛顿号前往中东支援美国从阿富汗的撤离行动，卡尔文森号才改变计划，赶往西太地区频繁活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军参联会主席米利表示，对所谓中方高超音速武器试验非常关切，这堪比斯普特尼克时刻。您对此有何评论？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美军的最高阶的将领首次就近来美国媒体以及舆论大肆炒作的这个所谓高超音速武器试验来公开表态，而且呢，米利还特别引用了一个美苏冷战时代的经典场景，也就是美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名词，所谓斯普特尼克时刻，也就是英文 Sputnik Moment。当然呢，米利的这个说法在专业人士看来，完全呢是夸大其词。米德尔斯堡的国际研究所核不扩散专家波拉克，他在接受美媒采访时呢，就特别指出，即使所谓的武器试验说成立，那么姑且不论武器载荷，那么它所使用的技术实际上也并不是首创，美苏在冷战时代都曾经使用过，所以和当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所带来的美国心理震荡相比呢，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米利就是在夸大其词。《纽约时报》此前呢也曾经从技术角度来质疑英国《金融时报》的相关爆料，援引权威专家就表示，英美所谓武器试验爆料的每一个环节都令人质疑。但是呢，今天《纽约时报》它还是采信了米利的提法，直接把斯普特尼克时刻做进了标题，说 China's weapon tests close to a Sputnik moment, U.S. General says。美军将领说，中国武器试验接近斯普特尼克实验。那么这正是米利他想要的所谓的传播效果。那么他喊狼来了，媒体呢顺着话头就在喊狼在吃人。但是呢，我也注意到，昨天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在被问到米利表态是否意味着美军确认中方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试验时呢，发言人科比他竟然是拒绝回答。他声称记者应该向米利办公室来提问。我认为这样一种矛盾的表态非常耐人寻味。科比虽然拒绝确认试验，但他明确表示，美军正全面推进高超音速武器研究，今年国防预算案也将有反应。那么您对于这种矛盾取态是如何看？
所谓高超音速武器试验，确实呢，在美国现在被炒成了热搜。五角大楼昨天的记者会，大多数记者的问题都是围绕米利相关表态以及高超音速武器延伸展开的。那么今天呢，美国国防部官网的头条就是以所谓中国军力增长及美国为什么视中国为迫切挑战来作为大标题。但是为什么科比拒绝回应所谓试验确认的这个记者提问呢？我前面提到了《纽约时报》引述的技术权威人士的这个质疑。上周5个工作日，中国外交部记者会开了4回，那其中有3天发言人都被问到相关的试验回答。那么无论这个王文斌还是赵立坚，他们呢都在明确表态，中方进行的是航天器飞行试验。今天呢，王文斌也再度对此重申确认。所以科比的矛盾和米利本人的这个矛盾，它是一脉相承的。在他们眼里，高超音速武器试验就是那个渲染中国威胁、唤醒所谓斯普特尼克时刻记忆的那个工具稻草人。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被证伪的武器试验，他们呢还会找到其他的稻草人，而他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美国的所谓反应，更具体的说是美国国防预算乃至美国一系列战略报告的对华反应。之前米利曾经被《华盛顿邮报》名记伍德沃德他的新书来爆料，在特朗普任内，当预感到中美关系面临严重的误判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这位4星上将曾2度主动向解放军求沟通，那么直接交抵美军无意开战。我想这就是米利和科比们的矛盾所在。说白了，他们就是要对华新冷战，但是呢，他们又无意打热战。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国新办周4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介绍世贸组织第8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情况时称，中国在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就在上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在世贸组织相关会议上对中国贸易政策横加指责，渲染中国进行所谓经济胁迫。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明确指出，实际上经济胁迫发源地和指挥部就在华盛顿，真正践踏世贸组织宗旨的就是美国。世界贸易组织于上周3对中国进行第8次贸易政策审议。王受文介绍，此次审议共有65个世贸组织成员代表在会上发言。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与世贸规则对接、开放市场、遵守规则等方面积极努力践行承诺。目前已完全履行了入世承诺，得到世贸组织总干事和绝大多数成员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认可。入世20年来，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第1大货物贸易国、第1大外资吸收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关税总水平由15.3%大幅降至7.4%，远低于入世承诺的10%。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叫加入议定书和一个加入的一个工作组报告，这2份文件呢，规定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需要履行的义务。那么这2份文件都确定了中国需要履行 WTO 义务的一个时间表。那么实际上，如果大家对照这个时间表的话，我们早已经完全的履行了世贸组织规定的对中国的义务。我们所做出的所有的承诺也应该说得到了完全的履行。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详细介绍了世贸组织第8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的情况，也回应了外界的一些批评的声音。那我们注意到，美国、澳大利亚等一些西方国家在审议的过程当中对中国进行了一些指责。王受文今天在回应时，则是多次强调了 WTO 规定内这个词，并且表示对于规定以内的承诺和义务，中方是切实履行了，而超出范围的无端指责，中方认为不合理、不公平且不能够接受。贸易政策审议是世贸组织3大职能之一，中方迄今已接受8次审议，取得积极成果，获得成员广泛好评。然而，基于反华立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却在会议上向中国发难，老调重弹，再次指责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澳大利亚驻 WTO 代表乔治·米纳在这次审议中发表措辞激烈的声明称，
中国采取包括所谓任意边境检查、无端拖延进口许可，以及所谓征收不合理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这些措施严重限制或终止了10多种澳大利亚商品的贸易。米纳还指责中国对澳大利亚商品实施限制是为了报复两国之间的政治争端，声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举动系出于政治考虑。与此同时，英国、加拿大、欧盟、印度和日本也在会议上附和澳美两国的表态，呼吁中国进一步放松监管，开放广阔的市场。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发表评论称，澳大利亚在 WTO 攻击中国，无疑是在与中国的外交僵局中加大赌注。你不能一方面对中国这个进行这个安全上的这个威胁和挑衅，那么同时一方面又想维持一个好的这个经贸联系，所以呢，就是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这个经贸关系。当然，一方面是取决于整个市场的运转，那么另外一方面也取决于这个双方的这个双边关系和地区的这个安全形势。外界注意到，经济胁迫近来成为一些美国政客操弄反华议题的高频词。5月1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华盛顿共建记者时扬言，美不会让澳独自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中国对美盟友的经济胁迫将阻碍美中关系。为了继续行反华之实，一些跨党派美国议员日前提出一项名为《反中国经济胁迫法》的新法案，要求拜登政府成立一个高级别跨部门的反经济胁迫工作组，以应对所谓中国利用经济措施推动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做法。对于美方连续的无端抹黑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明确指出，所谓经济胁迫发源地和指挥部就在华盛顿。无论是法国的阿尔斯通、日本的东芝、丰田、苏联的航天航空业，还是现在的中国电信业和其他高科技产业，都是美国经济胁迫的受害者。发言人表示，美国通过自己的政策和行动，向世界提供了经济胁迫和胁迫外交的经典教科书和案例。那我们知道，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以后，那么在这个亚太地区推行所谓的印太战略，那么强调了4国机制，然后包括这个美英澳的这个3方机制，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呢使这个地区的这个政治安全关系复杂化。那么这样呢，当然就会影响到这个经济领域。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 WTO 指责中国包括给中国设一系列的这个障碍这是包括这个一系列对中国的这个无端指责，我觉得都是背后有这个美国对中国整体战略改变的这个背景。